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院的袁勇，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本次上海区块链开发者大会，也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呢是区块链加量子科技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众所周知呢，区块链是比特币和诸多加密货币背后的底层技术，也是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的突破口。那么2008年呢，一位化名为中本聪的学者呢，在一个密码学的邮件组里面张贴了一篇短短9页纸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呢是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那么这篇文章呢被称之为比特币的白皮书或者是创世论文，提出了比特币的底层的设想和它的支撑的区块链技术。实际上呢，在最初的几年呢，比特币的价格呢几乎为零啊，也不为人知。但是呢，在2013到2014年呢，比特币的价格曾经经历过一次短暂的暴涨。当时呢，从几乎一文不值呢，涨到了一个比特币呢超过了1盎司黄金的价格。因此呢，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产业界的人士、政界的人士和学界的人士呢，都蜂拥进入这个市场。虽然很快价格又暴跌回去啊，但是呢，人们就发现呢，其实比特币背后的这个区块链技术呢，有更好的社会价值和技术意义。因此呢，从2015年开始，国际国内呢都开始去联合攻关区块链技术。这项技术呢也持续的升温，人们也是给区块链技术赋予了非常高的地位，认为呢它是继蒸汽机、电力、信息和互联网之后，目前最有潜力触发下一次产业革命的一项新兴技术。在区块链领域呢，我们国家呢也是动手非常的早。那么在2016年呢，国家印发的“十三五”信息化规划中呢，就已经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讯等新技术的基础研发和前沿布局。在2019年的10月24日，总书记组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中呢，就强调要把区块链呢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把区块链呢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啊，要求呢我们在这个领域呢要走在理论的最前沿，占据创新制高点，取得产业新优势。随后呢，像教育部、科技部、基金委等众多的这个部委呢，都已经是紧锣密鼓的再去推动一些相关的这个促进的措施啊，比如说教育部呢就印发了高等学校区块链技术创新行动计划，提出呢要到2025年，我们在高校呢布局建设一批区块链的技术创新基地，汇聚一批区块链技术攻关团队。除了我们中国以外呢，美国、欧盟、日韩、俄罗斯、英国呢，都已经是把区块链呢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重点的推进。那么区块链的定义呢，目前有很多啊。我们在2016年的这篇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这篇文章中呢，就给出了这个区块链的2个定义啊。那么狭义的定义呢，我们把区块链呢定义成一种按照时间的顺序，把数据区块用链条的方式呢组成的一种特定的数据结构。我们以密码学的方式呢来保证这个数据结构呢，它是不可篡改、不可伪造的。那么这种账本呢，它能够安全的存储一些简单的、有先后顺序的，能够在系统里边自我验证的一些数据。那么广义来讲呢，我们就把区块链技术定义成一种利用这种加密链式的结构呢，来去验证和存储数据，利用大规模分布式节点的这种共识算法呢，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自动化的脚本代码特别是我个人非常看好非常有前景的智能合约技术，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去中心化的基础架构和分布式计算的范式。那么区块链的这个特点呢，我们总结成了3个。第一个呢，就是去中心化。区块链数据的验证、记账、存储、维护和传输的过程呢，都是基于分布式的系统结构，采用共识算法，采用数学算法，而不是中心化的机构，在一些无信任的分布式的节点之间呢，自发的建立信任关系，实现去中心化的这种点对点的交易、协调和协作。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区块链的数据呢是极难篡改的。我们这个数据只要是经过节点之间的共识达成共识写入区块链以后，任何人除非你掌握51%以上的算力，否则的话呢，无法对数据进行修改和抵赖。那么这2点呢，我认为是区块链最有特色的2个特点那么这也是目前传统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无法达到的2个特点。那么第3个特点呢，就是区块链呢是有安全和容错性的。我们采用密码学算法采用特别是这种大规模节点的这种共识算法汇聚起来的这种大量的算力，来保障大规模分布式系统的这种高度的容错和安全可信。所以说呢，
区块链的安全可信呢，我们建立在密码学的安全和共识算力的这个保护的基础之上。而量子科技呢，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恰好是算力的这个大爆炸。那么量子科技呢，是起源于20世纪初啊。那么通俗的说呢，量子是能够表现出某种物质或物理量特性的一些最小的单元。基于量子来去衍生出的这个量子物理和量子力学呢，是对微观世界自然规律的这个描述。我们都知道量子呢有一些非常好的特性，比如说呢，量子态是不可分割的。然后呢，量子态呢，还像这个薛定谔的猫的这个实验一样，它是可以叠加的，不可复制的。另外呢，量子态呢可以实现纠缠，所以这些特点呢都非常好的支撑了后来的这个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纠缠的这样一些实验。那么其中呢，量子态的这个叠加效应呢，就是我们这个量子计算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我们知道呢，经典的这个计算机中呢，这个每个比特呢是一个二进制的变量啊，它的数据呢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因此呢，一个 n 位的一个二进制的位串，那么它唯一呢能够表达一个数字。但是呢，是量子比特的呢，因为有量子叠加的这个性质啊，所以说呢，每一个量子比特呢，它可能同时是零或者是一。所以说呢，一个 n 位的量子比特，它就能够表达2的 n 次方个数字。所以说呢，这也是量子计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啊。因此呢，我们通常认为呢，等效的来说的话，n 个量子比特的这种量子计算机呢，要比传统的经典计算机呢要快指数倍。因此呢，最近几年呢，量子计算呢也是快速的发展。那么2019年的1月呢，IBM 公司发布了全球首台独立的量子计算机命名为 Q 有20个量子比特，每一步呢可以做2的20次方次运算。那么同年的9月呢，谷歌公司研制完成了量子计算的原型机称为玄铃木，53个量子比特采用超导路线。传统的这种超级计算机要工作1万年的这种任务呢，利用这种玄铃木只需要200秒。那么去年的12月呢，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了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采用这个光量子路线，等效的要比谷歌的这个玄铃木呢快110倍。然后今年的5月呢，我们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呢，研发完成了62比特的这个可编程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实现了可编程的2维的量子行走。因此呢，最近2、3年来呢，量子计算呢可以说是大发展。那么在2019年的9月15日呢，我们在合肥举办的新兴的量子技术国际会议上，也是形成了一个合肥宣言那么专家们呢，对量子计算发展的3个阶段呢，达成了初步的共识。我们认为呢，目前来说量子计算呢需要分3步走。第一步呢，就是要去实现量子优越性，或者叫原来的这个量子霸权。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量子模拟机针对特定的问题它的这个计算能力呢，我们要证明超越了经典的超级计算机。那么这个阶段的目标呢，实际上在近期最近2、3年来呢，已经是多次被证明实现了。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实现具有应用价值的专用的量子模拟系统那么可以在一些组合优化、量子化学机器学习等方面发挥效用。这个呢，应该是一个中期的目标。而第3个阶段呢，就是实现可编程的特别是容错的通用量子计算机。因此呢，我们可以在一些经典的密码破解大数据搜索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各个方面发挥一些巨大的作用。那么这第3个阶段呢，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还需要我们这个学术界的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那么量子计算呢，它的这个算力呢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说呢，对区块链的威胁呢也是显而易见。因此呢，针对量子计算对区块链的这个威胁呢，我们在2019年呢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那么这个调研呢形成了一篇论文。那么这篇论文的题目呢称之为量子区块链融合量子信息技术的区块链能否抵御量子霸权。那么这篇文章的初衷呢，是从这个量子计算和区块链的这个攻防关系上来去讨论量子计算如何威胁区块链，而区块链呢又如何能够抵御量子计算。那么但是呢，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逐渐的认识到量子计算和区块链呢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攻与防、矛与盾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应该将这2种工具结合起来，实现这种量子区块链把这个攻防的这个矛盾呢变成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这样一个武器套装。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量子和区块链呢实际上是非常互补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有后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研究。
那么首先呢，量子计算确实是对区块链呢，它的威胁非常的大。这个威胁呢，主要是体现在对于区块链底层的密码学啊，特别是这个非对称密码学或者叫公钥密码学啊，它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呢，目前来说，非对称密码学呢，主要有三大体系啊，分别是首先呢是基于这个质因数分解这个困难问题的 RSA 算法，基于椭圆曲线离散对数这个困难问题的椭圆曲线加密算法，还有基于素数域离散对数困难问题的离散对数加密算法。那么这三大体系中呢，这三个数学困难问题，实际上本质呢是可以归结为一个单向函数，或者叫单向线门函数。那么这种函数呢，是具有正向计算非常的容易，逆向计算非常困难，而且必须呢要付出一定的工资量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些函数啊。所以说呢，这种单向函数呢，我们就需要极大的算力啊来去进行破解，而这种算力呢是目前传统的计算机所不具备的。但是随着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大发展，那么这种算力呢，在未来啊量子时代呢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说呢，传统的这种密码学理论的安全性基础，它基于这种困难问题的计算复杂度理论。这种计算复杂度理论，随着量子计算机的发展呢，它的破解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呢，国际标准化组织 NRST 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后量子密码的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中呢，就列举了量子计算对于一些传统密码算法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呢，对于这个对称加密还有哈希函数来说，量子计算呢，它的攻击难度是减半的。而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公钥加密体制，比如说 RSA、ECDSA、DSA 等等，那么这些非对称加密的这种体制呢，量子计算呢是可以完全攻破的。而在我们这个区块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区块链中常用的算法中，哈希函数啊，常用这个SHA-2系列啊，SHA-3啊，SHA-3当然还现在处于这个征集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哈希函数。对于这些哈希函数呢，量子计算呢，它可以使得攻击难度减半。而对于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非对称加密的这种体制啊，包括数字签名这类体制呢，量子计算呢是可以实现完全攻破的。所以说呢，量子计算对于区块链的密码学呢影响还是非常的大。那么这里呢，我们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熟知的舒尔算法。我们知道 RSA 啊、ECDSA 和 DSA 呢，它的算法的这个安全性呢，分别是基于这个大质因数分解啊、离散对数问题和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等等。那么这些数学困难问题，而舒尔算法呢，它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去解决这些数学困难问题。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它可以破解啊这些常见的密码学算法。比如说啊，目前来说，比特币呢是采用的这种 ECDSA 算法啊，我们采用的是一条叫做 SECP256K1 的这样一条曲线，椭圆曲线。那么在这条椭圆曲线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们有系统调用这个底层的随机数生成器啊，生成256位的私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椭圆曲线算法生成65个自己的公钥。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单向的啊，那么我们可以保证呢，由这个椭圆曲线离散对数困难问题的这个困难性，我们可以保证由私钥推出公钥是相对容易，而由公钥反过来去反推出私钥呢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利用这个舒尔算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理论上根据给定的任何一个公钥重构出它的私钥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量子计算机呢去伪造任何的数字签名啊，伪装为任意的区块链用户。我们可以偷掉这个数字资产、数字地址上的任意和一分钱。那么现有的研究呢还发现，解决这个 ECDSA 的这种椭圆曲线离散对数的问题呢，它需要的量子比特数要远远少于解决 RSA 质因数分解的量子比特数。因此呢，我们一般认为ECDSA 呢更易于攻击。预计来说的1300到16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呢，就可以破解228位的 ECDSA。那么1300到1600个量子比特呢，目前来说呢，还是很难实现但是呢，在不远的未来呢，我们就是很有信心能够达到这个量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GROW 算法那么这种算法呢，它可以在无序数组上搜索的时间呢，可以做到平方加速，因此呢，它可以加速这个哈希碰撞的搜索的过程。这就对这个区块链呢带来了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我可以去利用这个算法呢来去篡改历史数据，因为我们利用这种算法呢，我可以使得比特币常见的这种SHA-256
哈希函数破解的难度减半啊。所以说呢，我可以用这个量子计算机呢，来去通过加速搜索哈希碰撞来去篡改这个区块链的数据啊，甚至是替换掉全部的链上数据。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我还可以去垄断未来的数据，因为我们现在像比特币和诸多加密货币呢，都是采用这种主流的工作量证明啊 POW 共识算法，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去计算哈希函数啊，来去快速的找到这个共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Grow 算法呢，通过加速这个哈希碰撞的搜索过程，快速的找到每一个区块的共识解，帮助我们这个攻击者呢去垄断区块链的这个记账权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随意的破坏交易，防止自身的交易呢被击入区块，或者是实施双花攻击。那么我们这个算力呢，以比特币为例的话，我们知道呢，比特币的随机数nonce 的搜索空间呢是32位，所以说呢是从0到2的32次方。那么我们即使把它扩展到48位的话，经典的计算机便利一遍需要4000万秒，也就是465天，而用量子计算机呢，只需要2秒就完成了这对于这个比特币的这个10分钟的这个挖矿的间隔来说呢，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呢，目前来说呢，量子计算对于这个区块链的威胁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呢，在量子计算面前，区块链是不是真的像人们所说的是一无是处呢？当然也有很多的学者呢提出了反面的这个反对意见，比如说呢，Craig Wright 这个是我们这个 N-chain 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那么他就提出了这个量子威胁呢就基于2个基本的假设。首先呢，是比特币的地址呢必须是复用的并且是共同知识。其次呢，是我们要存在一个具有足够算力和量子比特规模的这样一个通用且容错的量子计算机。这2个假设呢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否则的话呢，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量子威胁呢都是不存在的。而我们知道呢，目前来说比特币的这个地址呢基本上不会复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实际上还远远没有存在这个具有足够算力特别是这个通用容错的量子计算机所以这2个假设呢，其实呢，目前来说都不存在所以说呢，量子威胁呢虽然存在，但是呢还不需要过于杞人忧天。另外呢，在2009年这个应该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科学家伯恩斯坦，他就证明了我们这个量子算法可以将 n 位的哈希碰撞的成本从原来的平方加速降到3分之n，也就是3次加速。但是这个速度呢，即使这样的加速呢，也比传统的哈希碰撞的电路的性价比更差。所以说呢，从性价比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矿工呢是没有动机将现有的 ASIC 矿机呢替换为量子计算机的所以说呢，这个量子威胁呢，我们也可以不用不用过滤。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专家也是从这个性价比的这个角度认为呢，POW 共识呢，在未来10年内它是抵御这个量子计算机的所以说呢，目前来说，我们谈量子计算的安全威胁呢，可能还为时尚早。那么这个是我们在2018年呢，当时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调研那么有一些初步的看法总体来说呢，我们团队呢是不太认同量子计算对于区块链产生的威胁的。因为目前的说法呢，基本上都是以20年后的量子计算大发展以后的这个算法呢来去攻击现在的密码学算法。那么这个呢是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是需要用发展的眼光那么量子计算和现有的比特币的密码学体系呢，肯定是一个共生的关系那么量子计算攻击的现在的密码学体系密码学呢，肯定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制的手段。另外呢，我们这个量子计算的算力非常的这个惊人但是呢，我们共识算法呢也并不是完全都是以算力为基础的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做过一个简单的调研，当时就已经有50多种共识算法，现在呢应该是有100多种了。那么这上百种共识算法呢，其实很多都不是基于这个算力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切换算力、切换算法来去抵御现在的量子计算。那么以上呢是针对量子计算呢和区块链的这个攻防的关系做的一些简单的调研。当然，量子计算的威胁呢也是切实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也有2种应对的方案。第一种呢叫做抗量子区块链，这种方案的思路呢是我还是采用抗量子密码学来去代替传统的密码学算法。所以说呢，这种思路它还是基于这个数学上困难问题基于计算安全性的假设。虽然很多的这个数学困难问题呢，
是可以被现在的量子计算机解决的。但是呢，总是有一些这个数学困难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比如说编码问题，比如说格问题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特定的一些数学困难问题呢，来去设计一些抗量子的密码算法那么利用这种抗量子密码算法呢，去替换现有区块链体系中的一些传统密码算法。那么这样形成的称之为抗量子区块链。第二个思路呢，称之为量子区块链。这个思路呢，就是采用量子密码学比如说量子密钥分发等等，那么来去提供物理上的无条件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敌手假设它具有无限算力的条件下，我仍然能够保证安全。那么这种思路呢，一般来说需要固定的网络参与节点，而且呢，必须要求呢它有量子能力的。所以说呢，这两种这个应对方案呢，目前来说呢，都在独立的发展。那么就趋势来说呢，抗量子区块链的这个思路呢，主要它的发展方向是融入现在的这种公有链体系，而量子区块链方案呢，因为它需要这个节点是固定，而且必须要有量子能力，所以说呢，更适合现在的这个联盟链体系特别是在一些像金融、政务等重要的那些场景中。那么在抗量子密码学方面呢，目前来说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我们一般呢也称它为后量子密码的技术。那么就现状而言呢，主流的抗量子密码的方案呢，包括了基于哈希的基于编码的、基于格的、基于多元变量的以及呢基于超奇异椭圆曲线同源密码的这多种方案。那么现有的研究中呢，比如说2018年呢，研究者就提出了区块链化的后量子签名方案，称之为 BPQS。这是第一种是用区块链或者是 DAG 结构呢，来去降低签名成本的这样一种后量子签名方案，它的签名更短，速度更快。另外呢，还有一种呢是QRL那么这是一种抗量子的加密货币，它采用的这种基于哈希的签名方案呢，来代替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椭圆曲线来去提供抗量子性。它的目的呢是为这个量子时代提供一个比特币的后备版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研究。那么在量子区块链这个思路中呢，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呢，就是4个节点的量子容错的拜占庭容错的量子网络。那么这是2018年呢，俄罗斯量子中心学者提出来的它是基于这个量子密钥分发技术来去取代现有的区块链中的数字签名的算法实现了这个城市光纤网络中具有无条件安全特性的这样一个分布式的量子计算的量子区块链的原型网络。它的优点呢是采用了经典的拜占庭协定的这样一种共识协议，可以实现1/3容错。它的缺点呢就是即使呢这个研究呢是发在 Nature 这样的顶级期刊上，但是呢它的方案呢研究者们还普遍的认为不够完整，欠缺一些具体的算法和安全性的分析，特别是呢它的通讯的复杂度呢，在这个具有大量的节点的这样一个网络中呢，它的通信复杂度是非常的高的。即使这样呢，那么这个呢，作为一个研究的起点，研究者们也相继在它的这个体系中通过这个基础架构、数据结构、共识算法等等的这个扩展呢，来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量子区块链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呢，我们这里呢，就有学者呢提出了这种基于时间纠缠技术的量子区块链所谓时间纠缠呢，也是指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在同一时间点上不共存的两个粒子呢，也可以发生纠缠。所以说呢，利用这种时间纠缠技术呢，2018年呢就提出了一种新的量子计算机的方案，量子区块链的方案，利用这种时间纠缠技术来代替区块链技术中的这种链式结构和时间戳的技术把区块链的数据呢编码为时间上从没有共存过的光子的这个 GHZ 这种状态。那么这种呢，还是目前来说还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那么以上所讲的呢，是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的这个关系。实际上呢，量子科技呢不仅仅包括量子计算，还包括了量子通信。而量子通讯呢，我国呢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处于世界前列的。那么近期呢，我们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院士呢团队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他们团队呢在这个目前量子通讯方面的一些工作。目前呢，我们已经是构建了一个星地一体的4600公里的这样一个广域网络那么有量子卫星然后呢地面上呢我们有这个32个节点的京沪干线每一个重点的城市呢我们还有自己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网络，那么这个已经是相对来说非常的成熟了
而量子通讯的网络呢和区块链呢应该说是非常的互补的。因此呢，目前来说，有学者呢就提出来利用区块链去改造现在的量子通讯的技术。那么现阶段呢，量子通讯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量子密钥分发的网络呢，它可以实现这个量子的这个干线，但是呢，其中呢也包含了一些并发的冲突中继的延迟使用不便，特别是我们这个中继节点呢，它还可以获知明文等等这样的一些隐私泄露的这样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2020年研究者呢就提出利用用区块链来去构造这个量子中继或者是可信中继的这种网络那么把这个中继节点呢和每个节点写上一个量子密钥，然后把这个量子密钥呢作为一个交易打包到我们这个区块当中，由此呢实现这个量子密钥的这个实时的服务。那么以上呢是简单的向各位专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区块链和量子科技和包括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的一些简单的结合点。那么对于未来的趋势来说呢，我们认为呢，我们可能会在这几个方向呢有所突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区块链呢可以实现广域的量子通讯网络，因为量子通讯和分布式区块链的这种通讯网络呢有极强的互补性。二者结合的话，就可以实现这种高度容错安全、低成本的区块链的通讯网络。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尝试利用区块链这种体系架构呢，实现量子通讯中的拜占庭容错的机制实现这个量子中继网络的分布式的容错控制，把目前的这种基于高成本的可信中继节点的这样一个经过干线链式的线性的结构呢，改造成基于这个低成本可容错的这样一个节点的广域的量子孤杆的网络那么这个还是基于这个俄罗斯4个节点的拜占庭容错的这样一个量子网络。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这个基于 QQD 的密钥的传播的网络的改进来实现。那么第二个潜在的方向呢，就是我们可以把量子随机数和区块链呢进行这个结合。我们都知道，现在区块链呢采用的是这个计算机上的随机数而量子技术呢，它可以是产生真正的随机数。而我国呢，现在在量子随机数发生器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量子随机数呢和共识算法结合起来利用量子随机数发生器设计一些新型的共识算法，这就可以解决现有的这些证明类的共识它的这个耗能、耗时、性能差、确认时间长等缺陷可以实现安全、快速和高效的区块链数据的确认解决现在的一些性能缺陷，特别是能够缓解现在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可以把量子随机数跟智能合约结合起来，设计一些新型的智能合约的应用，特别是在一些不可预测性比较高的像博彩、投票、拍卖等这样一些场合呢，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和公平性。那么第三个方向呢，就是量子数字货币。那么量子货币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早的一个研究领域那么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呢，就已经开始提出来并且研究了。但是呢，这个研究是非常的这个缓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有一个瓶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量子态它的这个制备和维护呢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说呢，我们呢极易跟这个环境发生退相干性，因此呢，我们这个量子数字货币一直发展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领域，我们可以利用量子态的这种叠加效应和量子态的这个不可复制性那么来去实现这个天然的量子防伪技术。那么最后呢，一个潜在的方向呢，就是分布式的量子计算。那么这个方向的基本的思路呢，是目前来说，我们量子计算机的性能随着可操纵的这个量子比特的数量呈指数增长的态势。但是呢，我们虽然每增加一个量子比特数，性能呢可能会指数增长，但是研发成本呢也是指数增长的。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在可预期的未来，我们可以用一些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小量子比特的这样一些量子计算机呢，来去实现利用这个区块链汇聚它们的这个算力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降低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应用门槛。因为现在这种低成本小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呢，已经成为主流比如说5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呢，已经开始商用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区块链的方式呢，把它们作为量子矿机汇聚它们的算力呢，来去降低量子计算机的应用门槛那么这种呢优势呢，可以是提高这个分布式量子计算的这个协作效率，加速量子计算机的应用的进程。当然，它也有天然的劣势
因为这种分布式集成的这种方式呢，它没有办法去实现原来量子计算的这种指数级的加速的效果，那么它仅仅能够实现线性的加速啊，也就是说我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计算机啊，通过区块链汇聚起算力来，我就可以实现多少倍的这个加速。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对区块链和量子计算啊、量子科技啊结合的一些初步的一些思考啊，不成熟的一些思考，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